好，OK，我们现在时间是2025年的10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课呢，又回到了 RC 的解题方法。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呢，它一样是这个过去的 PP 2012，也就是旧版的 PP 好里边的一篇高难度的文章。好，那虽然它是旧版的 GMAT，但是呢，旧版 GMAT 跟新版 GMAT 的 RC 的 format 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很多的题目也延伸到了现在这样子。OK，好，所以我们先来带大家看这篇文章哦。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来看文章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重点着重在每一句的翻译上面，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它如何应回，就是对应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所讲的解题的思路，或者是在考试中你实战中你心里面的逻辑推导。OK，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我也会特别去提点说，在这个地方你在考试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以及你应该怎么去解决。但每个解决都分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就是实战中真的遇到当下要怎么办。好，另外一种层次是平常练习的时候要加强什么地方才能加强这个地方的能力，这样子。OK，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来看了哈。好，首先第一个，一开始我们还记得吗？上课说过一篇文章我们要用3个维度去评价它，到底要用什么策略，对不对？好像这篇文章呢，你可以观察到哈，就是这篇文章的长度明显是长的，有3个大整段。好，在考试中它应该就是至少会有卷轴了这样子。OK，好，那第二个就是这篇文章一开始的这几句话，虽然没有很难读，但是呢，你可以感觉到他在谈论的一些好像是一些历史的人物。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这个领域你不太熟悉，你觉得文章要比较长，那你就应该要采用我们上课讲的 Plan B。好，那 Plan B 的概念就是我们不会说放自己自然的阅读，我们会去专注在去抓每一段的架构啊、态度，还有就是去预测下一个段落的架构跟态度，这是我们的 Plan B 的重点。这样子，OK，好，来，那或者是说，你如果觉得这篇文章的题材并没有很难理解，那但是这篇文章你感觉上就是他在考试的时候，在比较后面的地方比较没有时间，那我们一样也是用 Plan B 这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用 Plan B 来示范。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段。好，那相信各位都已经有先做过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哦。第一段第一句话还算蛮好读的，就是说，有2本书，然后呢，在讨论的是对南丁格尔这个人的不同评价。那这一句话里面呢，其实你可以预先去预测2个东西了。第一个，很明显看到有2种评价，对不对？所以这篇文章它在架构上就应该是一定会有2种态度，比如说 argument one 跟 argument two。好，然后呢，这2种态度他们的关系，就是他们到底在回应什么东西，他们在讨论什么东西。其实这句话里面也写到了，就是对南丁格尔这个人生涯的评价。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 T topic。这篇文章要讨论的应该是对南丁格尔生涯的评价，这是 topic。那再来呢？这篇文章我们也预知到了，等一下会有2个论点，但是这2个论点怎么排列呢？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上课有说过嘛，这2个论点有可能今天是先各自讲出来，好，就很像是选美比赛一样，好，很像是小学的时候演讲比赛一样，每个人都表演完之后，最后评审再来去做一个统一的评价，对不对？好，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像是选秀节目一样，就是一个参赛者出来之后呢，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人给出评价，再继续给出另外一个参赛者再给评价。OK，好，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判断呢？就是文章最多到中间的时候，1/2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判断这篇文章的架构，并且去预测后面的资讯了，这样子，对吧？好，那首先我们先知道这边我们至少抓到主题，主题就是对南丁格本人生涯的评价。好，而且至少会有2个态度。OK，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资讯。那如果等一下还是继续讲的不是态度之一的话，那就是冷区喽。但如果等一下进到了其中一个态度的话，其中一本书里面讲的对南丁格尔的评价是什么话，那就是速度要放慢变热区了，这样子。好，我们看下一句话，他说，Anne Summer A.S 这个人还有一本书，seeks to debunk the idealizations and present the reality at odds with Nightingale's heroic reputation。好，这句话本身虽然它里面有一些生难字或者是一些不熟的片语，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像这个 at odds with，OK，好，那比如说像 debunk，对不对？但这个地方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就算你不懂 debunk 这个字，在考试的时候你不懂，好，at odds with 就算这个片语你不懂，像这个 at odds with 就是指跟谁不相容 （incompatible） 的意思。debunk 的意思就是破除迷思，OK，好，就是
等于说就是有点反驳的意味啦，这样子。好，但就算这两个字你不懂，好，假设这两个字你不懂哦，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把它打灰色好了，好，在你眼里它是一个空白，OK，好，假设是这样子，好，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 present a reality，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呈现真实，对吧？好，那代表说什么意思？过去大家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所以你可以用有限的字眼去猜测这个句子可能的态度。好，就算不懂 debunk 反驳，就算不懂 at odds with 不一致，但是你也大概猜得出来为什么要讲呈现真实，就有可能是而且什么这个是真实嘛，这个是什么英雄式的名誉嘛，你也可以猜得出来。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是反对的意见。好，所以这个地方速度变慢，这边我们可以确定说，他这句话就是对南丁格尔的一种评价，对不对？他直接这句话本身直接回应刚刚讲 topic，所以这句话本身应该是属于 argument one 的开头了。OK，好，那下一句话我们继续看哦。好，according to Summers，好，你看到这种 according to 代表说他开始要去讲一些背后的细节了，对不对？那看到细节的时候，你的心里要想的是，如果我能看得懂就看，看不懂的话也不要回来重看第二次，因为这个细节它不一定会是定位所瞄定的第一重点嘛，对不对？好，它就是所谓的冷区。好，我们只要知道它就是作为 Summer 这个人他背后的 supporting idea 的理由就可以了。好，他说根据 Summer 的想法，南丁格尔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好，这个字就很明显，这个字应该算是一个常用字了。好，这个字虽然它看起来很特殊，有一个什么 X 啊之类的，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Gmail 里面的常用字，叫做夸大、夸张的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说南丁格尔的重要性被夸大，那我们更可以确定说，A1 它其实持的是一个负面态度，对不对？他认为南丁格尔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的好，并没有大家讲的神话，对不对？Not until near the world's end did he become the supervisor of the female nurses。好，这个地方各位注意，好，not until 这种语气加上 did，这个语气其实在 Gmail 里面非常常出现，不管是 RC 或者是 CR，甚至在 TPA 里面都会有这种语气。这种语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如果用正面来去，你如果就直接直翻的话，就变成说是很奇怪，对不对？就变成说直到什么之前都没有，对吧？好，其实你应该要换个角度来想，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才怎么样？OK，在时间点之后才怎么样？这才是正常的那个理解方法。好，所以你这个句子虽然是个否定句，可是如果你直翻，你会变得很难理解。那 until 什么时间点做了什么事情？好，其实就是在那之前都没有，在之后才有。好，战争结束之后，他才变成什么？变成护士长、护士的主管、护士的 supervisor。OK，好，所以作者认为说，我们不要去神化南丁格尔，不是作者啦，应该说这个 S 这个人，好，他其实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变成护士长的。那除此之外呢？好，这个地方注意哦，上课有讲过嘛？当他今天要去列举2到3个理由的时候，对不对？可能会考你什么？可能会考你下列何者为非，对吧？好，exception，就是那个 except，好，就是他列举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那可能会考你，请问下面哪一个并不是文章里面所提到的理由？OK，或者是在列到靠近文章结尾的那个最后的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容易考 supporting idea。还记得我上课讲了吗？好，所以如果你害怕 supporting idea 的话，这边就要小心了。他开始要去列第二个理由了，所以等一下最靠近文章结束的理由，速度要放慢，可能会考 supporting idea。好，除此之外，Summer 这个人他也是去写说，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urses to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 was the best marginal。他说其实那些护士对这些伤兵救助的贡献其实是什么？其实最多就是很边缘化的角色。好，来这个地方我知道你会觉得说 Dustin 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这个地方到底它合起来想表达意思是什么意思？OK，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哦。第一个，at best 这个意思叫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最多的意思，所以字面上是 best，它其实是反面意义哦。好，就是如果是最好，就直接讲最好了，对不对？直接讲 best 就好了，干嘛要讲 at best？At best 的意思就是顶多、最多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上。如果你不懂这个片语的话，OK，好，那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啦，它难度不是在于它的字难度，它其实这字我们都看得懂，但它难度是难度在说有很多的这种英文的依连。英文的 collocation，那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把它记起来。如果你不会的话，OK，像比如说 not until 怎么去理解，at are with 怎么去理解，at best 怎么去理解。
那 marginal 这个字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边缘的。边缘的意思就是指说不重要的 trivial， 对不对？OK， 好。The prevailing problems of military medicine were caused by army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那其实真正主要的军队中军医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是军队里面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说医术的，不是说有没有人力、有没有护士，是人家的组织就已经就是可能有制度上的问题、内部管理的问题，对不对？哦，an addition of the few nurses to medical staff could be no more than symbolic。那你看这边又显出了这篇文章的一个难点了，它又出现了一个 no more than。哦，这个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它的 collocation，它的修辞讲的是什么东西呢？OK，好，请各位记得，如果你以后看到 no more than 的话，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也是等于 at best，就是顶多的意思。好，至多不超过于。如果你照字面上这样翻，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就是没办法让你更多的理解，对吧？好，所以 no more than 的意思就是充其量只是最多只是怎么样这样子。OK，好，好，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哦，at best，哦，no more than，哦，那个 at odds with。还有 not until date， 这就是我希望你在第一段里面你可以特别去背下来，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生难字，它就是态度字、语气字，所以结合这些资讯，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南丁格尔被神化了、被夸大了，其实他们的作用很有限。好，那护士加进来救，那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这样子。OK，好，那 Nightingale's practice in a national 好 pantheon summer asserts， 好，这个字看不懂，对不对？没有关系，不重要哦，因为你的整篇文这个第一段的主旨已经抓到了。好，但这边讲的应该是南丁格尔的什么地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另外去猜，好，就是你可以猜说他是在军队里的地位，或者是应该在护理界，或者是说救人命的地位，都可以这样子。好，Summer asserts it's largely due to the propagandistic efforts of contemporary newspaper reporter。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要出现一个难字，对不对？好，这个字呢，它其实来自于 propaganda。propaganda 这个字就是指的是那种意识形态的宣传。OK，所以呢，这句话如果你要完整理解的话，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哦，这个南丁格尔的神话其实是来自于政府有意识的宣传，在报纸上宣传。OK，好，但是就算你看不懂这个字，假设我们这边把它打回，好，你从前面的这个主要态度说南丁格尔的成就被夸大，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推得出来，Summer 这个人对南丁格尔的想法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伟大，他不要造神了。那这个时候再看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说南丁格尔他的地位主要是来自于什么？你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今天我认为南丁格尔他其实就是被夸大、被膨胀了，那我就会说他的地位是怎么样？被炒作出来了嘛，对不对？就算你看不懂这个字，你心里面一样会有合理的预期。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我是 Summer 这个人，我的态度叫做南丁格尔的地位被夸大，OK，被造神了。所以呢，我认为他的地位是怎么样？他的地位应该是被别人捧出来、被炒作出来、被另外写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不懂这个字，也可以知道它只是来自媒体的炒作。OK，好，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最近才跟一个 GRE 的老师在聊天，这样子，好，我就很好奇的问他，因为我们同业在交流，我们都会去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哦。就是你知道 GRE 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填空题，OK，好，填空题就是说他会把一个句子或者是挖或者是一段文字。里面挖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然后让你去在洞里面去选择单词。OK，好，那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就有讲到说，哎，这个 GRE 的填空题了，我有个问题，我有很诚心的请教他，我说他到底他背后他考察能力是什么？背单字的能力吗？哦，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我说 GMAT 这个考试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题目哦，不管是 CRR、CDI 或者是数学，我都可以看得出它背后要考察跟商学院实用的什么能力。可是 GRE 我实在看不出来。OK，那他就跟我讲说，其实 GRE 它表面上考的是那些艰深的单词，但实际上这些填空题，你光背的单词没有用，你还要去懂得用前后文去推敲那个格子里面它想要代表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在 GRE 里面，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这一段给你，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挖空，然后让你去选一个单词，那有各种不同意义的单词，那你就要用我们刚刚讲的那套推理，就是说，哦，你要先知道这个人在前面的语气里面对南丁格尔的态度是，他认为他的成就被夸大、被造神了。然后呢，接下来你才能去推说，哦，后面这个地方因为还逻辑是接续的，所以呢，对于一个讲说南丁格尔被造神的人来讲，那到底
新闻媒体对它是怎么样，应该是夸大了，你才能去选到就是像这种 propagandistic 这种词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就是不管是 GMI 或 GRE，不管它考的题型是像这种的阅读，或者是像 GRE 的填空，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就是标准化测验，尤其是美国研究生的测验，他们背后重视的是上下文的推理能力。哦，所以我都一直跟同学讲说，你不要只是单纯的背单词，然后呢，你也不要只是单纯的一句话一句话看，你看每一句，还记得我们上课说什么吗？我们看每一句话的时候，都要去记得去预测下一句话可能会怎么写，对不对？还记得吗？预测下一段可能会讲什么，下一句话可能会怎么写，以及去想这句话跟上一句话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个就是 GMAT 或者是 GRE 需要去考的能力，这样子。OK，好，因为唯有这样做，唯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做到说，哦，就是在这些片语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去推测；在这些单字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去推测，这样子。OK，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正式考试的时候的思路。但如果今天说平常需要加强的话，那当然就是什么？第一个，你必须要去做阅读训练，对不对？你要去学会组织整段里面的文字，把它弄成一个自己可以逻辑推测出来的版本，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平常看到这些单词跟片语的时候，用我们 AI 平台工具里面的 Sentence Cracker，让它去衍生出同义字或者是反义字，让你的单词库可以扩充，这样子，好不好？OK，好，所以我们刚刚这一段里面不但讲了我们怎么用上课的方法，我们也另外的去讲了说，在这一段里面你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它不是生难字，它会是很多片语，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像这种比较艰深的应该说不是深难结构，但是会有很多片语，还有比较艰深的单字。哦，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考试中的处理方法跟平常练习的处理方法，OK，这就是我们直播课的价值，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段看完之后，上课都有讲过说，每一段你看完都要在心里面先做一个总结，对不对？哦，所以这一段看完的总结应该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讲的是 Argument One 的观点。那 Argument One 的观点呢，主要是认为说南丁的被造神，对吧？哦，没那么伟大。它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平常做阅读训练一样，你看完一段之后，你要自己去组织一个故事出来。所以其实你平常做的在考试中都有意义。好，所以像比如说这段如果是平常做阅读训练的文字的话，我们眼睛撇开之后就会说，哎，南丁格尔其实没那么伟大哦，就是那个学者认为说，其实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护士够不够哦，不是护士的贡献，其实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队的组织问题。所以南丁格尔他其实没什么贡献，他的这个名声为什么那么有名？应该是军队把他炒作，应该是新闻把他炒作起来的。好，这就是我们说平常做阅读训练的样子。OK，好，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现在做阅读训练，你在做每个字的翻译的话，那你做错了。你要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像跟朋友讲话，像跟朋友转述重点，你要有一个自己组织的语言，而不是想说要把每个字翻出来。这是给同学做阅读训练的示范，这样子。OK，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哦。好，那当然我们第一段确定是 Argument One，那第二段有个特色就是它已经进入到去接近文章的中段了，所以我们就要去时刻预防，等一下会不会有对这个 Argument One 的反驳，或者是他先无视 Argument One，他自己独立出来一个新的观点。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地方，他说 by contrast，好，看到这个字，其实你就可以100%确定的。这个地方应该是 argument one 跟 argument two 并列，为什么？因为 contrast 的意思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讲 by contrast 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作为攻击者，它是作为并列的概念的角度存在。OK，好，所以 by contrast 的意思就是你前面的 argument one，我跟你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比，但是我没有要攻击你，我只是跟你对比并列而已。OK，好，所以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预测说这边讲的应该是 argument two。好，那反之，如果今天不是写 by contrast，而是说这些 editor 认为前面怎么样，好，那就是 evaluation 这样子。OK，好，那我们先来看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哎，那有一些就是南丁格尔当时的这个信，对不对？好，当时的信件，然后呢去整理这些信件的一些编辑们，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南丁格尔这个人，好，他其实是一个呃影响非常深远。影响谁呢？不是只有他本人的世代，还有就是他后续世代的人来注意到。你看这个地方，他的语气其实是非常的正面significant influence 有影响，影响谁？不只是他当前的当时的时代，也影响了后续的几个时代。
好，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呢，就不是说这个人言过其实，不是说他名过其实了，这地方很明显就是一个正面态度，对不对？对南丁格尔保持的印象是正面的这样子。OK，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话，They highlight her ongoing efforts to reform sanitary condition after war。好，这句话其实已经算是冷区了，为什么？因为你至少已经抓到了态度是正面的，对吧？好，所以这句话是 argument two 应该算是一个重点句。那至于为什么正面，到底有哪些事情是正面的，它就是属于背后的第二层 supporting idea。所以这边接下来的资讯，如果你看不懂，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就是你只要知道它就是属于讲述正面的事迹或正面的证据就可以了。好，They highlight the ongoing efforts to reform sanitary conditions after the war。哦，就是他们强调说，南丁格尔呢，他本人的贡献是在于说他们一直在去推动就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好，for example，好，这个地方如果你害怕的是作用体的话，那这边当然我们就要速度放慢，并且要想，等一下如果考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它的关系应该是来举例说明到底南丁格尔当时的正面贡献是什么，对不对？好，When she learned that peacetime living conditions in British barracks were so terrible that the death rate of enlisted men far exceeded that of neighboring civilian population。好，你看这个地方来到这边为止都还没有问题，但是呢，从这边开始，这个句子就变得超级超级长，它是一个长难句，对不对？你看这边它是一个主词，但这个主词已经被拉得非常长。Peacetime living conditions in British barracks。然后呢，当然这个动词谓语的部分是短没有错，但是它这边的 so that 后面又加了一个子句，death rate of the enlisted men far exceeded that of the neighboring civilian population。然后这个子句又出现了平行的概念，所以它一次用上了好多的复杂结构，包括拉长主词，然后包括使用就是 so that 去拉出就是名词子句，对吧？然后呢，再包括说这个名词子句里面又出现了长的比较，然后跟指代这样子。所以这个句子你可能会暂时觉得抓不到重点，但是呢，因为它已经在冷区的冷区，什么意思？它不只是第一层的理由，还是这个理由背后的例子，所以它这个等下被直接考到的几率是小之又少啊，对不对？我们上课讲过了，对吧？好，你的那个文章资讯层次越下面的那个，真的被直接被定位到的几率是低之又低。所以这句话你就算不懂，你只要知道说他这个地方的举例是在帮谁举例就可以了，好不好？OK，好。She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好，他说，当他发现说，当时的这个就是军队里面，那个卫生条件超级差，然后呢，很多人死掉，对吧？然后呢，甚至比一般的民众死亡率还高。好，那他就成功的去说服了政府，去做了一个机构这样子。OK，好，那 she used some raised through public contribution to fund the nurses training hospital in London。好，还用公众募款的基金来去盖了一个就是训练护士的医院，训练护理师的医院。好，even in administrative matters, the editors assert her practical intelligence was formidable。好，那就算是在行政事务上面呢，那他的就是practical intelligence，就是他实务经验上的这种智慧也非常的怎么样？来，这个字就算看不懂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各位，这个字就算看不懂，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整篇文章作者的应该说这些 editor 的语气是定调为是赞扬南丁格尔的贡献，它是正面的，对吧？然后再来呢，他前面讲了一堆贡献，那这边接了一个就算 even，对吧？就算在行政事务上，那如果你是这些人的话，你觉得后面要讲的是正面还是非正面？一定是正面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的the practical intelligence，就算在行政事务上，那我们后面最有可能会接什么？他也表现得很出色，对不对？所以这个 formidable 这个字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在这篇文章里面并不重要，他没有让你去把这个字的意思翻译出来，你要锻炼的是去猜它整体的作者的意图，而不是说要把每个字翻出来。所以我希望各位这边就要暂停一下，我要请各位反思一下。你平常做阅读训练的时候，如果你专注在把每个字翻出来的话，那你的方法就是做错了。OK，你的专注应该是在于说，像刚刚讲的，能不能去掌握整体的态度，并且用这个态度去重新组织整段的语言，让它不用去反映所有的细节资讯，但是至少逻辑上要自洽，就这么简单。OK，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猜测，这边应该指的是，就算在行政事务上，他的贡献也非常的厉害。OK，
As recently as 1947, the British Army's medical service was still using the cost-counting system she had devised in the 1960s。在1947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还用它1860年所开发的方法，那意思就是很强嘛，对不对？所以就算你前面看不太懂，你从这边也可以读得出来，就是很强，对吧？就是他开发的方法历久弥新，就是过了快100年然后呢，还有人在用他之前开发的方法，代表说他的东西真的是历久弥新。好，所以读完第2段之后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叫做 argument two。因为发现第2段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这边在讲的这些贡献，说南丁格尔很伟大，对吧？但是呢，这些 editor 他有没有回去攻击前面的人说他讲错了，并没有，他就是自顾自的讲自己对南丁格尔的贡献，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段它的定义，并不是 evaluation one，而是 argument。因为什么叫 argument？就是回应主题的叫 argument，主题叫做南丁格尔的贡献如何，对吧？那这边他是不是直接回应了？你问我南丁格尔贡献如何，我来跟你讲他的贡献，对吧？他不是去回应对方讲的被造神，对不对？如果今天他要是 evaluation 的话，他的语气就会变了，就会变成说，哎，你刚刚讲这个造神的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讲他造神？我觉得你讲造神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 evaluation。好，所以这样辨认出这个层次了吗？就是如果今天是回应整篇文章的主题的，那叫做 argument。是回应别的 argument 的，那叫做 evaluation。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并没有在批评前面那个 argument。虽然他的观点是截然不同，没有错，但是他的脸没有对着他骂，好，他是对着主题另外去做回应，所以这是 argument two。OK，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在第3段的部分，好，那第3段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可以猜到了，因为这篇文章里面已经有argument one、argument two，所以第3段只有可能是作者或者是其他学者出来去给出一个统一的评价。好，所以在第3段的时候，你就要去预习，我要看清楚到底作者的态度是什么了。这样子，好，I believe，来，你看到作者出来了，所以这边速度就一定要放慢，因为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架构的预测点。前面有 argument one、argument two，所以呢，等一下第3段非常有可能是作者的表态，所以这边就给你看到了，速度就要马上变慢。I believe that the evidence of her letters support the continued respect for Nightingale's brilliance and creativity。好，这句话那就很好读了嘛，对不对？作者认为这些证据，它证明了，它支持了我们对南丁格尔他本人的聪明跟创造力的尊敬。你看，都是用正面字哦，有没有 ？Support something，continue respect for something，respect，对不对？Brilliance。creativity 都是正面字，所以作者他是什么？他是肯定 argument one，argument two，不好意思因为 argument two 才是正面的，很确定了哈。When consulting a village schoolmaster to encourage children to use faculties of observation， 这边一样是冷区，就是作者的态度你已经抓到了，他接下来只是讲说为什么他要肯定，所以如果看得懂就看，看不懂你只要知道说作者在去讲说他为什么要肯定就可以了。好，说，当今天呢，南丁格尔他去建议一个就是学校的领导人，好，一个小村庄的学校领导人，去鼓励小孩子用他们的观察力去看事情的时候，他听起来就很像是我们现代的教育家一样哦。Her insistence on classifying the problems of the needy in order to devise appropriate treatment is similar to the approach of the modern social workers。好，他说，那他坚持要针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来求助的人，要去分类他们的问题，来去对症下药。OK，就是去对每一个不同的人，每一种不同的问题去做专门的疗法。那这就很像是现代的社工在做的事情，这样子。好，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其实南丁格尔他当时做的事情就很像我们现代人在用的方法。他其实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什么？作者认为南丁格尔真的是一个超前时代的人。我们现在在用的一些社工的分类法，或者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鼓励小孩子的教育法，其实南丁格尔当时就已经有在这样做了。OK，好，那最后这个地方 in sum， 好，来注意到这个地方文章最后下结尾的时候，它是什么的什么样题目的关键定位点？叫做主旨题，对不对？文章最后如果有特别去下结论，是我们说的4种延伸段之一，对吧？好，那这个地方他说，总而言之，尽管南丁格尔might not have achieved all of her goals during the Crimean War。好，这个地方注意它不只是结论。我们刚刚说这边是结论，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又有一个让步？所以这就对应到我们在上课讲的文章文末延伸段里的什么东西？
文末延伸段里面的让步局限语气。好，让步局限的特色叫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自己承认我的论点可能有不足之处，但是呢，我仍然坚持捍卫我的论点，对不对？在这边是承认说，对啦，其实南丁格尔他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十全十美，他的确好像没有完成所有的目标，没有错。好，他这边是先自推一个，轻轻放下。但是呢，你看他马上转过来肯定他自己的立场，肯定南丁格尔。但是这南丁格尔他的这个远见哦，还有他的能力，能够去就是实现那些远大的计划的这些远见跟能力，have earned her an eminent praise among a rank of social pioneers。哎，这个字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已经知道作者是在讲正面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远见，他的能力，让他赢得了什么样的地位？这边你任何方法带都可以，不朽的地位也可以，无可磨灭的地位也可以，好，或者是非常崇高、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可以，那不重要。重点是你不会因为这个字卡住而影响对整篇文章的架构判断，就这么简单。OK，好，好，那这篇文章我们看完之后呢，第三段我们一样下一个总结。第三段它就是一个作者对前面两个论点的总和评价。那这边我们的态度是，作者是肯定哦 argument two 的，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贴脸对 argument one 开大argument 他没有去很激烈的抨击 argument one，对吧？但他主轴上是肯定 argument two，那他其实有一部分也认同 argument one，因为他也说南丁格尔其实他也有他未完成的事情，对吧？但是这边作者主要是肯定 argument two，好，而且最后还加了一个延伸段做结论跟做颁布这样子。OK，好，所以我们现在回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在阅读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的难点。有没有长难句？有，但是很少。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地方的长难句一样。好，如果考试中遇到长难句的话，要怎么办？判断它的位置嘛。如果像这个地方位置是在已经在理由里面的再下一层的例子，那这个长难句你看过一次抓不出重点，但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这个理由，这个举例是在帮谁帮哪个理由去做举例就可以了，它只会考作用题。OK，好，那如果真的想要彻底改善长难句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多去使用我们的 sentence cracker 工具，产出类似的长难句句来练习与阅读，培养语感。就这么简单。好，那再来这篇文章里面出现最常见的是什么问题？最常见的其实是单词问题。好，还有就是刚刚讲的片语问题，对不对？好，那单词的问题，如果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个会去额外背单词。第二个，在做阅读训练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不懂的单词，我们也会用 sentence crack 来辅助去生出同义字跟反义字，来帮助我们去背诵，对吧？好，那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就是先抓住主体的态度，抓住那个立场，他心里面基本的态度，再根据这个态度去避开那些不会的单词。OK，好，去推测这个句子本来可能要有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示范非常非常多遍了。好，那对片语也是一样的概念，这样子。OK，好，好，那这个功能，这个能力呢，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特别强调，不只是 GMAT 有，其实 GRE 也在考。好，在那里，当然我们现在是比较幸福了，不用去考 GRE，因为 GRE 本身它需要去背12000多个单字。好，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那单字你看不懂还是没办法，对不对？好，但 GMAT 还好，没有那么夸张，这样子。GMAT 主要都是考像这种读文章的整体理解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完文章了，好，你看像这个地方我讲的时候就更深度了，就是这个跟录播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录播课主要是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每个章节一个步骤，每个章节比如说读文章一个章节，定位一个章节，好，然后呢选混淆选项一个章节是这样拆开来，对不对？好，那每个步骤去讲它背后的观念，对吧？讲它背后的那个逻辑，好，但是呢我们在直播课的时候会更偏近实战，好，就是我们侧重的点是在实战中你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你当下该怎么解决？平常练习的时候如何结合你的读书计划去补强弱点？我们在直播课里面的重点是这个东西，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道题的部分。好，来，首先我们回忆一下第一道题它是什么题型？你可以看得出来，前面这个地方很明显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主旨题，对不对？哦，那但注意哦，你题目一定要看清楚，大部分的主旨题都会停留在 concern with 就结束了，所以大部分主旨题5个选项开头会是不同的动词。OK，好，但这个主旨题有点不太一样，它是刻意的把动词放在题干里面固定的。哦，这边要小心哦。所以呢，你要记住，你所有的选项都要去接着这个 evaluating，作者去评估什么东西，这样子。
OK，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要看选项，先来读拟答。好，我们心里面这时在考试的时候做拟答的时候，心里面应该要马上跳出来的是这三句话。哦，这边我刚刚忘了补，我们刚刚说看完第二段之后，应该是南丁格尔好，其实真的贡献不少，对不对？贡献厉害多，好，贡献厉害这样子。好，好，我们心里面会扫出来的是说，第一段讲南丁格尔被造神没那么伟大，第二段讲南丁格尔其实很厉害，作者其实真的觉得南丁格尔比较厉害，对不对？好，来，请注意哦，如果你这时候心里面想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带来这个句子下去看选项了，那你就是失败的，因为你这样会答非所问。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的问句不是叫你用一句，不是叫你用3句话来总结文章。如果这个题目的问句是叫你用1句话、2句话、3句话总结文章的话，你可以那样回答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说，这个文章就是提出了就是有人觉得南丁格尔厉害，有人觉得南丁格尔不厉害，然后呢，作者认为比较厉害。如果今天这样以1句话总结是可以这样讲，没有错。但是这个题目虽然是主旨题，可是它的问句很明确，就是作者到底是在评估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拟答就应该是什么？评估别人的观点。OK，好，那什么观点呢？关于南丁格尔的生涯贡献的观点。注意哦，来注意哦，这个地方有可能你会做出另外一种回答。有人会说，Dustin，我能不能直接回答说什么？直接回答说作者去评估南丁格尔的贡献。能不能这样回答？其实也可以，只是不够精准。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要说作者去评估南丁格尔贡献的话，他就不需要去拉出两个观点了，对不对？所以作者不是直接对着南丁格尔讲他好或不好，对吧？作者其实是应该是评估观点，评估关于南丁格尔贡献的观点。有看到这两个的差别吗？我到底是直接对着南丁格尔评论，还是我是对着别人的观点来去评论这样子？OK，好，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你用这种拟答的话，它其实不只是涵盖了作者，它也涵盖了文章前面先提出两个观点的结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拟答会是比较精准，但是我没有说这个错哦，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也可以这样子。OK，好，来我们来看这5个选项。好，来首先第一个，作者在评估南丁格尔在护理这个领域的创新。好，来态度是正态度没有错，但是是不是只在护理这个领域呢？其实并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看到文章还讲了教育，我们看到文章还讲了一些什么分类方法，所以它不只是护理这个领域，对吧？好，但是我相信呢，在考试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在想的时候不会想那么清楚，所以第一轮如果你觉得这个选项，哎，至少还要对到作者正面的态度，我们可以先保留起来，没有关系，这样子。好，那 B 说作者在评估书写历史传记的不同的方法，这个有点拉太广了，对不对？好，我们要评估的不是说写文章的方法，我们要评估的应该是对一个人贡献的评价，对不对？所以这个 B 选项虽然它的架构是对的，是有2种东西，但是这个2种东西的主题不是在讲书怎么去写历史，而是在讲怎么去评价一个人，对吧？好，然后 C 选项说什么？我们在评估2个就是相冲突的 accounts 观点，对吧？好，什么样的观点？南丁格尔历史重要性的观点，哎，对到我们刚刚讲的东西了。好，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先保留起来。好，那多选项说什么？多选项说的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and。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嘛。我们重点是在人的贡献上，而不是当时的大环境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被我们排除掉。好，一选项说在评估克里米亚战争对当时的就是医疗保健的影响，这个跟都选项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评估的应该是南丁格尔本人的生涯贡献，而不是当时的大环境这样子。好，那最后 A 跟 C 这2个选项，我们再回去文章二度定位。OK，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A 选项相对于 C 选项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文章里面讲的南丁格尔的贡献，也就是这个主题，并没有单指护士，没有单指护理。你回去文章当然会回去看第3段嘛，因为第3段还是作者的观点嘛，对不对？好，作者他讲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直接讲护理哦，他其实也有讲说教育哦，好，然后也有讲说社会工作，但不是只有护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我们上课第5章混淆选项的范围过度限缩了，对吧？好，那这边就范围明显比较宽一点，就是各种的贡献都可以。好，然后再来第2个点呢，就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A 选项它等于说直接评估南丁格尔的贡献，可是呢文章的架构比较像是作者不是直接评论南丁格尔，而是去评估对于南丁格尔贡献别人所给出的观点，所以 C 选项明显比 A 选项更符合。我们最后答案选的是 C 选项。好，好，那这一题我想要给你的 take away 就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看清楚问句。大部分的问句长这样，但是有一些问句它会刻意的把一部分的资讯埋在这边。OK，所以要看清楚问句哦。好，你所有的选项都要跟问句接在一起。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觉得方向对了，先保留，先不要急着回去看文章里面有没有出现 nurse。我相信你可能会觉得这选项后面这个 nurse 是不是讲的是对的，可是你不要直接回去看文章，你要放到第二轮再回去看，不然你的做题速度会被拖慢。然后 RC 很有可能你只要做题的方法错了，就是那个顺序错，虽然你不做对，可是你的时间就隐形的被浪费掉了。你应该是第二轮统一回去定位这样子。OK。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什么？搞清楚作者的态度到底是针对谁的，是针对主题的呢，还是针对别的论点呢？这个是高分区里面的常见的细微考点。我是直接针对主题，还是我是针对观点，然后是观点才是针对主题这样子？那作者很明显是 evaluation 是第二层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哦。第二道题目说，根据这篇文章，来这边要注意到，我们上课讲说，根据这篇文章的这个字首一出现，它就是一道 supporting idea 题。好，我帮你写一下哦，它就是一道 supporting idea，所以就是要就事论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能额外做推论，好不好？哦，这个题目跟inferred idea 不太一样，supporting idea 是不能额外做推论的。好，根据这篇文章，那些南丁格尔的信件的编辑者，那这边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有锁定的态度，不是作者的态度，也不是那些黑南丁格尔人的态度，他锁定的是那些第二段的支持者的态度，所以这个地方他锁定的是 A2 的态度。OK，credit her with 这个片语就一定要理解了哈，这个片语不是什么深蓝片语，也不是什么罕见片语，这个片语超级常出现。Credi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样的功劳归功在这个人身上。注意哦，credit 这个字是一个正向字，100%的正向字，是功劳的意思，荣誉的意思。哦，所以呢，credit somebody with 就是把后面 with 这个事情的功劳归在这个人身上。好，所以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那 argument two 的那些人，他们认为南丁格尔的贡献有什么东西？OK，好，那当然这个就真的要回去文章看南丁格尔的具体贡献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回去文章看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去细看哦，哦，他真的考到这一大段，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去细看。哦，一开始第一遍看的时候不用去细看没有关系，因为它不一定会考到，但真的考到的话，我们就要把刚刚省下来时间来把它细看，对不对？好，好，我们看第一句话，它的贡献应该是什么？第一个贡献应该是说改善了卫生环境。那这个算不算贡献呢？这个其实不会进入我们的拟答啦，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等于说有点细节的，对不对？OK，好，就是大概就是说改善军队的卫生环境，对吧？好，然后再来呢，第二个贡献是说盖了一个他去募款盖了一个就是护理的医院，对不对？好，训练护理师的医院。第三个贡献是什么呢？哦，就是他在行政事务上，他做了一套就是应该说成本会计系统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心里面整理了几个贡献。好，就是第一个改善军队的卫生环境，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创立护理师的医院训练护理师的医院，第三个创立成本效益的会计系统。好，在这种整理的功夫，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会交给 AI 了哦，但是呢，考试还是人来考。对吧？所以呢，这个整理的功夫要由你来做。那这个整理的功夫你要怎么去实现呢？哦，我相信你已经猜到我要讲什么了。透过阅读训练来实现。所以阅读训练不是让你去做翻译的，是要你去做整理的，是让你去做摘要提点的，好不好？OK，重点是这个点，不要做错阅读训练，不要把以为是翻译的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来，所以这边的回答拟答就会是三个方向。好，第一个拟答叫做改善了军队的卫生环境，第二个拟答叫做创立了训练护士的的医院，第三个拟答叫做做了一套成本会计系统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这几个选项谁对应到我们的想法？好，首先第一个提升了什么样的医院里面的军人的存活率？这个地方我猜你可能就觉得说，哎，这边好像文章不确定有没有提到，对不对？
好，你可能这时候会另外去想说，哎，是不是改善军队的卫生环境就可以让军队里的成活率提升了，对吧？我猜你可能会这样想。请注意哦，你如果这样想，就掉入了圈套了。为什么？因为这道题目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它就是那个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OK，好，它就是 supporting idea，你不能去做额外的推论哦。所以当然我相信你现在可以先把它保留起来了哦。但是呢，等一下回去文章上要注意哦。如果文章只有讲到说改善卫生环境，你不能去硬要去推到说那真的士兵死亡率就降低，不能这样子推。好，因为这套题就是要问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就是要去问文章里面实际上说了什么，你不能去另外去再往后推论，所以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哦。然后 B 选项说什么？B 选项说当时呢就是呃他做了护士训练的课程，然后这个护士训练的课程比起现在还来得更先进，这样子。OK，好，那当然你会记忆起来说，刚刚好像有一个护士训练的医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保留起来，等一下我会去文章定位。好，C 选项说什么？C 选项说，哎，当时的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增加，这个就很明显是完全没有提到，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我们把它排除掉。好，然后多选项说什么？多选项说他去盖了哦，在主要的这个一个主流的英国的大学，好，他盖了第一个就是说训练护士的机构。哎，训练护士这件事可能也有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去定位。OK，好，那一选项的部分说什么？他去建立一个组织，然后去监控去监控就是当时的这个军人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哎，这个好像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改善可能有跟改善的改善那个军人的健康相关，所以我们也把它保留起来。好，那当今天他保留了这么多资讯，我相信你会觉得很棘手，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回去文章读第二轮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先看时钟。好，这就很实战喽。哦，如果你保留2到3个选项以上，要回去文章看第二轮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看一下时钟，给自己30秒的时间就好。OK，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帮选项去做分类哦，像怎么去做分类，你可以看到 A 选项讲的是关心士兵的，对不对？E 选项讲的也是关心士兵的，对不对？所以 A 跟 E 是一类，就是都是在讲说就是士兵的健康状况或者是生活状况。然后呢，B 跟 D 呢这两个选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训练护士，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分成一类，我们等下就是根据这两个会去找资讯就好。嘿，好，不太会有那种5个选项全部都散在5个地方，这很少出现了。哦，大部分都集中在1到2个重点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回去看跟士兵相关的部分，我们现在就回去做第二轮，只剩30秒的时间细读喽。好，来跟士兵相关的部分是什么呢？当他发现说，当时的就是军队里的这个健康状况那个卫生状况非常糟，然后导致这边的这个死亡率比起一般的居民都还要高的时候，他说服成功说服了政府去做了一个什么？去做了一个军队里的这个皇家健康委员会。OK，好，来，那到这边为止就结束喽。哦，因为后面这边就在讲的是医生就是训练的过程了，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回来看，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A 选项跟 E 选项，它有没有提升生存率？没有去讲到，他只是说以前的生存率低，但是没有讲说他做完之后提升这率有没有，所以不能做额外的推论。那他有没有去成立一个组织去处理这件事情，去处理士兵们的健康状况？有，刚刚讲到的皇家军队健康委员会，对不对？好，去主导这件事情，去负责这件事情。所以 E 选项相较于 A 选项是在文章里面直接有讲到，但 A 选项这边是你要再另外多推一层，那一层叫做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真的有效果，这样子。OK，好，所以 A 选项相对起来是一个额外推论的选项，E 选项还是文章里面直接有讲到他有成立的组织，这样子。好，然后呢再来的话。还有 B 跟 D 这两个选项，所以我们现在删掉 A 选项了哦。然后呢，剩下 B 跟 D 训练护士。我们看文章说什么？文章里面说，他有去训练，他用公众所得来的那个资金，好去做了一个在伦敦做了一个就是训练护士的医院。后面就没有再讲别的东西了，后面来讲的是那个建立成本会计系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他在伦敦建立了护士的医院。那有没有讲说这件事情是
跟现代相比是领先于现代的，并没有讲，所以 B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了。OK，好，那有没有讲说他在学校里面呢？也没有，所以 D 选项也是无中生有，所以最后答案会选择的是 E 选项。OK，那你会说 Dustin，可是我觉得 B 选项也可以啊。你会说 Dustin，因为有些同学跟我讲说，他说作者这边不是说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前于现代吗？那所以这个资讯不能跟刚刚前面的结合在一起吗？不行啊。好，各位注意，因为这道题第一个他要的是 argument two 的观点，他要的不是作者的观点，所以作者认为超前现代，不代表 argument two 的人也认为他超前现代。OK，再来就是你不能另外做推论，对吧？你不能去另外做推论，说文章没有讲的是不是出现。所以呢，在第二段里面，他并没有说这些功劳超前于现代，你就不能够去这样选，你不能把两段的资讯合在一起去判断，这样子。好，所以呢，很多同学他在思考上的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审题的问题。你有没有去知道这道题是 supporting idea？你有没有去知道它的要求是不能额外做推论？你有没有去定位到正确的态度，不超出你思考的范围？这都是做到这道题的重点。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道题目的部分。好，第三道题目的部分，它的问句说，这篇文章它暗示了什么？suggest 暗示的意思嘛，就是一个推论题，对吧？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去做合理的推论。好，下列关于南丁格尔跟当时的公众的关系，对吧？好，下列何者是正确的？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公众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文章里面去找到公众的资讯哦。好，那第一段的地方呢，应该只是讲说它被夸大了，好像没有特别讲到公众不公众。但第二段的地方呢，我们仔细的去看，就会发现说，这边有稍微讲到说，哦，他从公众那边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金钱，得到了 contribution，得到了募款，然后用这些募款去盖医院，这样子。OK，好，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有讲到说，他说服了什么？他说服了政府去成立皇家委员会这样子，所以他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这应该是我们心里面可以去做的预想这样子。OK，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后面这个地方呢就在讲的是哦，他的东西历久弥新，后代也还在用，但这个跟公众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这样子。好，那当时的公众应该主要是集中在第二段这个地方。哦，他得到公众的支持。好，好，那我们来看哦，来这道题目，所以我们的拟答会是他当时得到了公众的金钱的支持，然后呢，才能用这个公众的钱去盖医院嘛，去盖训练的医院，对不对？好，所以 A 选项说什么？She was highly respected. Her project receiving popular and governmental support. 好，方向基本对了。你可能会有个疑问，Dustin，可是我刚刚文章里没有看到尊敬这个概念出现，我没有看到政府支持这个概念出现，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 A 选项排除掉？请注意，标准不太一样。如果今天这道题是像上一道题的 supporting idea 一样的话，我100%举双手双脚赞成你直接把 A 选项排掉，因为文章就是没有写。可是今天这道题它就不是 supporting idea，它就变成一道推论题了，对不对？所以在推论题里面，我们的标准要更放宽。文章就算没有写，但是如果态度是一致，我们都应该要先保留，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态度是什么？至少我们确定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我们把它保留起来。B 选项说他获得了军队跟公众的反对，那这个态度就很明显，反过来怎么都不可能推论得到，就把它排除掉。OK，好，然后 C 选项说什么？他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呢，受到更有钱的人的反对。那整篇文章你看完，你会发现说，这个根本没有出现的观念嘛，完全一竿子都打不到的八竿子打不到的观念，对不对？哪有人把社会分阶级的？文章里没有把社会分阶级，对不对？所以 C 选项就是完全推论不到，是无中生有的。OK，好，那 D 选项说什么？他被军队支持，但是他需要去抵抗政府。可是文章的态度是反过来嘛，他其实是说服政府的嘛，所以他哪有被抵抗，对吧？所以他哪有跟政府处的不好，所以态度是相反，对吧？那 A 选项说什么？哦，就是一开始，一开始得到了很多的赞扬，然后后来这个人就快速的被遗忘了。哎，可是文章里面不是说他的东西历久弥新吗？后面还有人在用吗？对不对？哎，那怎么跟文章里面的态度完全反过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E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所以最后答案剩下的是 A。那所以你看 A 选项，我们现在回来看哦，其实这个是要做推论的。好，文章里面只有说他跟公众去募款，对不对？去募款，但是呢，公众给他钱等于
等于公众尊敬他吗？这个要多推一层，对不对？我尊敬这个人才会给他钱，有些时候不一定啊，对不对？搞不好我只是觉得这个很可怜，我不是看是谁募款来的，然后我是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逻辑上不一定，但至少推过去是就是逻辑上推过去是怎么讲是合理的，但是不一定是唯一的。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政府有没有支持他？我们只知道他说服了政府，但是政府有没有去支持他？这个地方还是要去推一层，对不对？搞不好政府是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呢被说服了，对不对？但是至少在其他选项逻辑太夸张的情况之下，这个选项在逻辑上是顺的。OK，虽然它需要多推一层才能推到文章的东西。好，但是如果今天这道题是 supporting idea 的话，A 选项怎么样都不可能是答案，因为文章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讲到公众对他有没有尊敬，或者是政府有没有主动的去支持他。好，这样各位有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刚好知道这个，我觉得这篇文章今天讲解非常的经典。好，我们上课一直讲说破嘴说哦，这个 supporting idea 跟就是 inference 逻辑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两题就可以让你看到明显的区别了，这样子。好，这也是我觉得直播课你不能错过的原因，因为直播课我们就可以拿更多的题目来去讲上课中讲到的观念，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看在下一题的地方，第四道题 ，With which of foreign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Nightingale, importance would the author must agree？关于下面几个不同的 statement，什么样的 statement？关于对南丁格尔重要性的不同的诠释，作者最有可能同意哪一个？来，这个题目你有没有发现，他用的是推测语气的 would，对吧？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的讲出等一下看到的每一个选项，没有讲出来哦。那他是让你去猜作者最有可能会同意哪一句话，那就是一道完完整整的推论题，态度推论题，对不对？你要先找到作者的人设跟他的基本立场，然后去用我们在上课教CR 那个课程里面我们的第三章叫做 argument construction 的方法，带入人设，带入基本立场，去想这些选项谁是我作者抱着的立场最有可能会同意的资讯。OK，所以这道题其实就是一个 CR 里面的 argument construction 的辩题哦，用抓到这个态度的去做推论这样子。OK，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是开发出了一个观念叫做能力遗传关系吗？就是说 GMAT 有7种题型，那这7种题型有分单纯的，也有分复杂的题型，对吧？好，有些题型牵涉到的能力比较单一，有些题型牵涉到的能力非常多样。那在这里面呢，CR 就比 RC 更单纯，对不对？所以 CR 要变强，RC 才有可能变强。你 CR 的 argument construction 变强了之后，这个题目才自然会解掉，对吧？这样的概念。好，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拟答应该会是什么？我们的拟答应该是作者对南丁格尔的态度是我知道他有一些东西，来看这个地方最后一句有没有作者态度是最后一句的定位啊，对不对？我知道南丁格尔不是十全十美，他的确有些地方他没有做到，但南丁格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远见，对吧？好，他的远见，还有就是他的执行力，好，这是我的拟答。所以作者最有可能会去同意的叙述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拟答就会是会同意说南丁格尔不完美，但是也会同意南丁格尔他做的事情已经超前了很多人了。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那等一下你不一定会看到完全一样的句子，可是你要抱了这个基本立场去想，如果我是有这个立场的话，我会不会同意那个选项？这是我们在上课讲的 argument construction 基本解题原则，还记得吧？哦，记得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首先第一个A 选项说什么？A 选项说 Summer 这个人他误解了南丁格尔战争时期的重要性的成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误解了它的战后的影响。OK，好，来这个选项其实我会先把它保留起来，因为 Summer 就是第一段里面的反对者的态度嘛，对不对？就是说南丁格被造神的态度，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确定作者是没有挺他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态度至少不违背，我先把它保留起来。OK，好，就是如果我认为南丁格尔真的是超级有远见的人，那我看到那个 Summer 人这样讲话，应该蛮生气的，应该会不爽啊，对不对？对吧？所以我先把它保留起来。好，然后 B 选项说什么？作者认为第二段里面这个 editor 是第二段嘛？第二段的那些 editor，好，他们
虽然说出了一些好的点，说出了一些有效的论点，但是呢，他们夸大了南丁格尔的影响。哎，不是啊，作者不是跟第二段站同一边吗？对不对？作者就是要强调没有夸大，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啊。所以 B 选项就是一个态度相反的句子，好不好？态度相反，OK，好。然后 C 选项说什么？C 选项说，尽管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里面，就是 Summer 对他的看法，也许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呢，南丁格尔这个人哦，应该不是这个人，应该说 Summer 这个人，就是刚刚第一段里面讲的那个说南丁格尔造神的那个作者。哦，第一段里面的那个学者，他忽略了南丁格尔后面的其他成就。OK，然后呢，这些成就证明了南丁格尔他其实是一个厉害的社会改革者。好，这个态度更接近我们想要的，对 C 选项，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好，就是说，虽然我知道你第一段讲的事情有些时候可能是对的，可是呢，第一段的那个南宁格尔的黑粉哦，你不要忘记了南宁格尔还有他的贡献，这更接近作者的态度，对不对？对吧？那都选项说什么？说南丁格尔的这个就是书那个信件的编辑者，就是第二段里面那些人啦、哦，mistakenly 来看到这边就可以删掉了。为什么？就是作者就跟他们站同一边了，对吧？哦，所以态度上怎么可能会说他们错呢？对吧？所以 D 选项可以把它排除掉了，这样子。哦，然后 E 选项说什么？南丁格尔的信的这些证据证明了第一段的结论，不管是关于南丁格尔他当时的贡献的活动，或者是他的影响力，而不是作者没有挺第一段啊，作者没有认同第一段 Summer 这个人啊，对吧？所以态度也相反的哦。所以 B 度 E 我们可以快速的排除，是因为 B 的第二段我们确定作者是挺的，可是 B 说他没有挺。D 选项也是一样，我们确定作者是挺第二段的 editor，但是 D 选项说他没有挺，对不对？好，那 E 选项是作者明显他没有要挺第一段，但是呢，E 选项却说作者是挺他的。好，那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 A 跟 C 这两个选项。好，A 选项的部分说作者会同意第一段的人错的离谱啊。哦，对于南丁格尔当时的成就，对于南丁格尔后来的影响，第一段人都讲错了，完全的反对，完全的反对，整个否定了第一段。C 选项是什么呢？说第一段里面你讲的东西有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忽略了其他的资讯。那到底谁更接近呢？我们就回来去看作者的真正态度，在文章里面最后这个总结的地方，上课有讲过，这是作者态度题的重点定位句嘛，对不对？尽管南丁格尔他的确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呢，他的远见、他的执行力也让他变成很伟大的人，所以他比较接近 A 的全盘否定，那个黑他的人，还是说比较接近 C 的让步态度，说，哎，其实你讲的说南丁格尔做失败一些事，其实你没有说错，可是我更肯定他的其他东西，哪一个态度比较接近？肯定是 C 的让步态度比较接近这篇文章的内容，对不对？所以说答案选择的是 C。好，所以我们做这种推论概念是这样：第一个，作者的基本立场要抓到，而且要抓得非常的细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 RC 课的时候，在第二章我们有讲延伸段，还有再讲一个东西叫做文章特殊态度。这边就是用到了我们上课讲延伸段的局限让步，还有特殊态度里面的有褒有贬的分析型态度，还记得哈？OK，然后再来看选项第一轮的时候，先不要想太多，用基本的正负方向来判断，但是呢，要谨慎一点哦，就是料敌从宽这样子，OK，好，然后呢，再来第二轮的时候，回去文章定位，定位到文章里面的结论句，当然不是每篇文章都有结论啦，或者是作者第一个表态的地方，这个是对应到我们上课讲的第四段，叫什么？叫做主旨题或者是态度题的关键定位。第四章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看最后一道题目。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这就是传统的作用题嘛，对不对？好，好，那这个地方其实你知道，你刚刚前面这个都有架构了嘛，所以呢，你答应该就很明确了，对吧？好，第一段也不是作用啊，就是段落主旨啊，就段落总结题而已啦，这样子。好，第一段是反对，第二段是支持，然后第三段其实是什么？回顾前面的论点，但是只支持它的前一段。
基本态度，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的拟答应该会是什么？我们的拟答应该会是支持前面的基本态度，支持前一段对南丁格尔的正向贡献。我们的方向应该走这个方向。OK，好，但他没有去反对第一段哦，他的语气上没有反对第一段。好，那我们看 A 选项，说去总结前两段的论点。请问各位，他只是单纯的去帮你做整理嘛？因为如果你用 summarize 的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summarize 的意思就是我不给出我自己的态度，我只是帮前面的人做总结而已，我帮你做整理而已，没有吧？我们做的应该比整理更多嘛。我们不是只有总结，我们还有给出自己要听谁，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尤其你看文章最后一段，他这边一开始就写 I believe, I believe 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要他自己的态度嘛，所以不是单纯的总结，所以 A 选项排除掉。反对有吗？好像第一个文章里面作者他最后一段不是用负面的语气说的，对不对？所以基本态度就错了。第二个他说什么？反对在前一段，在第二段所讲出的东西，那是方向反了嘛？作者是支持前一段的，所以 B 选项被我们秒删。C 选项说什么？去分析，就是这个证据哦，文章里面其他证据背后的弱点，背后的就是这些证据背后的问题，好像是在反对的态度的吧？好像是要攻击的态度对吧？好，但是呢，问题是在第三段里面，我们的语气很明显读出来的，它并不是攻击啊。我们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他拿出一些新的证据，作者在这边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语气，所以这个选项对我们来说，它跟作者的态度也不符合。多选项拿出证据去支持南丁格尔的生涯，哎，这跟我们作者态度符合。第一个，他的确是拿出证据；第二个，他的确支持南丁格尔的贡献，对不对？所以我先保留起来。最后一选项去纠正前面一些研究里面的事实性的错误，作者有再去纠正别人吗？没有啊，他只是拿出新的证据，对吧？他没有一种指教的感觉，他没有那种说教的感觉，对不对？好，所以一选项也不符合我们的态度，所以最后答案选择的是读选项。OK，好，那今天的直播课，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就是这篇文章本身，它其实难度算是中高难度了，算是中难度到高难度。有些题目是中难度，有些题目是高难度。也就是在考试中，它会是 PR90以上的同学会遇得到的。好，然后再来另外的特色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我们今天也非常稳的去讲到了所有你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是我们上课的第几章的观念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解题之上的每个步骤之上，还是说在我们上课的解题流程每个步骤你该怎么走，甚至我们也补充了在正式考试里面你可能会遇到的卡关点跟困难点，然后并且这些点分成两个层次，在考试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去应对，以及平常练习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练习来补强，这些点我们今天都讲到了，对吧？好，所以我相信今天的直播课会给你跟平常看录播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感受。录播课是每一个步骤的基础建构，但直播课是更贴近实战，更贴近你读书计划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这样子，OK，好，那各位有没有关于今天讲的东西，或者是平常各位R4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开放大家发问，这样子，懂吗？好，是你知道哦，就是其实我们本来有直播课资格的同学其实蛮多的，你知道吗？也不是蛮多，至少有20几个吧。但是每次都来7、8个，但是我都很喜欢他们都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直播课我讲的比录播课还卖力，你知道吗？OK，第一题错了，漏看 evaluating，好，所以这个 Jason 你就知道哈，那个好的，我一个个来，我一个个回答哈。第一个 Jason 刚刚说漏看了 evaluating，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每一种题型都要去细看问句，很重要问句你只要漏看了偏了，就整个歪掉这样子。好，所以我会建议两件事：第一个，你问句速度放慢；第二个，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在要选某个选项之前，你先把这个选项带回问句。如果这个就是带回问句，把它跟问句放在一起看，做最后的那个像验算一样的概念，就很像你数学
你要选一个答案，你会把这个数字带回去原本题目的公式，再重新算过一遍，做验算一样。那其实 verbal 也可以验算。好，当然我会说验证这种事情是比较花时间的。好，但是呢，我会建议这个礼拜你可以先试试看做这种事情，直到你的坏习惯可以改正，这样子。OK，好，好，那再来呢，就是WL，我不知道是谁。好，但我们先回来看，最后一题为什么选读？好，我们重新解释一次，这道题目它讲的是最后一段作者的态度，对不对？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对文章做的总结。哈，第一段作者讲的是南丁格尔，哦，南丁格尔他没有不是作者啊，第一段的学者说他被造神没那么伟大。好，第二段的学者说南丁格尔其实真的很厉害。作者在这个地方他肯定的是 argument two 第二段，他去评论，对不对？好，说真的是厉害。可是你可以注意到他是用肯定的方式，他不是用骂的方式，他并没有再去攻击别的段落，对吧？所以我们刚刚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把有负面语气的全部删掉了，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在攻击，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态度，所以我们也不会选 summarize，对吧？好，那多选项就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标准。第一个，他是支持的态度没有错。第二个，有没有去举出新的证据？有举出新的证据。为什么？你看，在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有去讲到说，南丁格尔他为什么我认为他贡献还是很大？因为呢，他有发明了一些去分类有需要人的方法，然后这个方法现在是跟现在的社工很像。南丁格尔他的当时的就是鼓励小孩子的方法，也跟现代的教育很像。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他举出的新证据，是我前面文章没有的。那这些证据都是在帮助他去支持南丁格尔的事业，对不对？好，所以这道题答案选的是都是这个意思。好，这些都是证据啊。这两个证据是没有的前面对不对？这个证据叫小学的像那个乡下的学校校长怎么去鼓励孩子？好，嗯，就是叫他们去运用创造力，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叫他们去运用创造力。好，然后呢，就是这个方法很像是现代的教育家。那前面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它这是新证据，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就是对于有需要的人去做分类，看他们各自是什么问题，然后对不同的分类做不同的就是处理方式，这个也是前面没有讲到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他的南丁格尔事业的证据。所以这样子WL 同学有了解了吗？OK，好，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第一道题哈。来，轩同学问的是说，那个第一题停在 with 跟停在 evaluate 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好，差别在于这个动词能不能改换。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停在 with 的话，那停在 evaluating 的话，代表说后面这边接的第一个名词就一定要是作者针对去评价的对象，比如说作者评价是别人的观点。作者评价是南丁格尔的事业，后面就只能这个名词只能要用它来改换，这个名词是关键。但如果今天停在with 的话，就有更多的变化。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停在 with 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像是这种题目的变化。其实这边就有例子了。好，假设这道题，假设它不是问第三段，假设它直接是问主旨题，假设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就不只是要判断是针对论点还是什么的，我们要判断作者到底有没有态度。作者的态度是无态度的总结，还是说是有态度的反驳，还是说是有褒有贬，还是说是主要是作者来介绍证据，还是说作者来帮别人纠正？好，所以呢，这就是两个的差别。如果停在 with 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多考虑一个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保持着什么样的态度。但如果停在 evaluate 的话，对不对？它已经包含了作者就是有评价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去考虑作者在评价什么对象，这样子。所以这两个差别是这样子。OK，好，好，各位，好，还有别的问题吗？关于今天讲的东西，哇，好，有吗？好，没有的话呢，那赶快大家好，今天就不用练 RC 了，好不好？因为我帮你练过了，好不好？好，今天赶快去练别的科目了。好，谢谢各位来参与。好，那下一次呢，又回到了我看一下，好，下一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MSR 啊，MSR 这样子。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好，你可以知道，其实听直播课，我觉得跟听录播课相比，直播课价值更高这样子。OK，好，先跟各位说拜拜喽。好，大家赶快去准备吧。好，我们先这样喽，大家拜拜，各位拜拜。